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1964年，王磊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受父亲的影响，1995年的王磊从河南来到了广州，进入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修普外科。1996年考入了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毕业后留校成为了一名胃肠外科医生。2007年，王磊成为了中山大学附属第6医院的首任院长。在中山6院，王磊第一次提出要建设胃肠肿瘤的生物样本库。他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将胃肠肛门专科打造成国内最有名气的专科之一。同时，王磊带领的放射性肠炎诊疗团队还管理着国内规模最大的放射性肠炎诊疗中心。他原创的直肠癌扩大左瓣切除新术式天河术式也受到了医疗界极大的关注。然而天妒英才，2018年王磊不幸被查出胰腺癌晚期，与癌症抗争15个月后，王磊溘然长逝，享年50岁。明明自己也是肿瘤科的医生，为什么也会不幸患癌呢？王磊医生临终前留下的反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1. 治癌27年，从未想过自己也会患癌。在癌症领域奋斗了那么多年，王磊从没想过自己也会患癌。以为是小感冒，一查竟是胰腺癌。2018年初，王磊发现自己身体有点不对劲，持续的腰疼，感冒久治不愈。本以为是劳累过度所导致的，谁知道在医院的员工体检中，他被查出了肿瘤标志物 CA 异常生。不幸的预感涌上心头，王磊接着又做了进一步的检查，最终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肝脏。2. 即使患癌，也不能得过且过。很快，王磊接受了手术，脾脏、胰腺、胃和控制肠道的神经被大部分的切除。手术后，王磊虚弱的无法自主进食，只能打营养针。尽管医生预判王磊活不过3个月，但他丝毫不受影响，一刻也没有懈怠工作，经常拖着病躯出现在诊室、病房、科研讨论会议等的场所。即使人就生病，他还参加了美国临床肿瘤大会，在大会上还做了消化道的领域唯一一个来自中国的结直肠癌报告。3. 反思使疲惫击垮了我。生病后，王磊经常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被癌症盯上。他对妻子说，如果我慢一点，或许也就不会今天的结局了。在过去的10几年，王磊一直住在医院的附近，万一医院有突发的情况，他可以尽快的赶到。患癌期间，他还坚持正常上班，风雨无阻，就连确诊癌症那次的体检，他也是在妻子的再三催促下才抽空去的。回想起自这些年的工作状态，加班熬夜已经习以为常，在不知不觉中，健康已经被透支。而长期过度的疲劳极易让大病缠身，因为工作量和工作压力不断增大的时候，吸入的氧气量就会减少，同时血液中的氧气浓度与血糖值也会下降，导致肌肉或内脏局部组织氧气与营养不足，使人头发枯黄、皮肤起皮、指甲无光、关节疼痛。如果不及时的调整状态，随着压力的不断升级，人会越来越疲惫，出现更多的毛病，比如口腔溃疡、便秘、胃炎等，免疫力和抵抗力下降，最终被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的疾病找上门来。2. 胰腺癌人狠话不多，如何尽早识别？胰腺癌有癌中之王之称，在恶性肿瘤中，胰腺癌的5年生存率最低，95%到98%的患者在确诊后1年死亡。对于已经无法手术的患者来说，从诊断到死亡的生存期只有7到9个月，即使还可以接受手术治疗，
生存期也仅有15到19个月，5年的存活率低至 5%。需要注意的是，胰腺癌经常会被误以为是胃病，一方面是因为胰腺的位置很特殊，位于人体的腹膜后，被胃12指肠、网膜、结肠以及肾脏等的组织器官包围，即使出现了问题，普通的检查也很难查出来。另一方面，胰腺是人体的第2大消化腺，具有内分泌功能和外分泌功能，尤其是外分泌功能。产生的胰液中含有大量的消化酶和碱性液体，在食物消化中起主要作用。因此，当胰腺出现问题时，主要表现就是消化功能障碍，表现为厌食、消化不良、腹痛等，容易被误以为是胃病。然而，除了特异的症状，胰腺癌还会引起黄疸、背痛、不明原因的血糖波动等的非特异的症状，需要引起重视。胰腺癌起病的风险进展快，当身体出现以下3个典型的症状时，应提高警惕，尽快的就诊，查明原因。1. 腹痛，腹痛明显，导致无法平躺或者是变换体位，主要与胰腺癌侵袭和压迫腹膜后的神经有关。2. 消瘦，短期内体重迅速的减轻，主要是因为癌细胞的消耗、食欲下降、消化不良、焦虑、失眠等造成的，尤其是如果半年内体重下降超过 10%， 一定要去检查是否胰腺癌造成。3. 黄疸，主要表现为眼睛和皮肤发黄，原因在于胰腺病变后，肿瘤压迫胆总管，导致胆汁无法正常的流出，从而反流入血，最终提高血液中的胆红素水平。对于年龄超过45岁、初发糖尿病、有胰腺癌家族史、切除了大部分的胃、长期吸烟、喝酒等胰腺癌高危人群来说，特别要注意预防和筛查。3. 常见胰腺癌的病因。1. 咖啡。由于王医生工作繁忙，经常要熬夜加班，每天要喝上4-5杯的咖啡来提神，但有调查发现，咖啡能使患胰腺癌的危险增加4倍。研究证实，咖啡因子可以抑制 DNA 修复，并在 DNA 复制完成前诱导有丝分裂过程，这也是主要的诱发胰腺癌的病因所在。2. 糖尿病。长期糖尿病是胰腺癌的高危因素。国外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糖尿病患者的胰腺癌发病率较正常人要高出 1.5 到7倍。此外，美国一项研究也发现，除了中老年糖尿病患者之外，孕妇患有妊娠期糖尿病也会引起10年后胰腺癌的风险增加。糖尿病虽然是胰腺癌的高发人群，但是它并不代表都会发展成为胰腺癌，所以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预防胰腺癌这个问题。3. 基因。研究显示，胰腺癌与基因表达有很大的关系。研究显示，对直系亲属患有胰腺癌的人群来说，他们患胰腺癌的概率要比正常人高很多。所以，如果你的家族当中有人患胰腺癌，你就需要定期的去医院进行胰腺检查。一旦出现这类病症，就可以尽早的发现，在最佳的时间内进行治疗。4. 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胰腺癌发病。不仅如此，长期处于不良生活习惯中，还会导致机体出现其他方面的疾病。长期食用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也会导致胰腺癌的发病。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不要吃太过油腻的食品，同时也要学会合理的减压。长期的工作压力过大和疲劳，也会严重的影响睡眠和饮食习惯，增加患癌的风险。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好保护身体，才能够做更多想做的事情。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